經過咗3集嘅你準備好揸電動車未？有冇對電動車了解多咗呢？有冇想準備成為電動車車主啦？定係都覺得好煩呢？你準備好揸電動車未？無論如何，電動車都係大趨勢，所以最後一集呢，我哋就會講下揸咗電動車之後，駕駛上有啲咩習慣嘅改變，又或者生活上有啲咩要適應。先講嘅咧就係駕駛嘅習慣啦，傳統嘅自動波嘅汽油私家車啦，咁你入 D 波嗰陣時咧，其實咧架車咧一樣會向前流嘅，而大部分嘅電動車咧，其實咧都可以透過呢個回收嘅設定咧，去選擇有冇呢個功能，會唔會流啦？咁我建議咧初使用電動車嘅用家咧，就熄咗呢個功能先，咁咧揸起上嚟咧，咁啊佢同傳統嘅私家車咧冇乜太大嘅分別，咁啊比較易適應啲啦。咁如果當你習慣咗之後咧，咁我會建議你可以開翻呢個 One Pedal Drive 嘅功能啦。咁用起上嚟咧，尤其是喺市區咧，開停嘅時候咧，就會輕鬆好多啦。但係都要留意翻，如果開咗你 One Pedal Drive 嘅話咧，即係代表咧你唔踩電門嘅時候咧，架車係唔會喐嘅。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住啊，架車係入咗咩波？如果入咗 R 波咧，就大件事噶啦。基本上咧，每部電動車咧都有能量回收功能㗎啦。除咗可以增加續航力咧，仲可以減低制動系統嘅損耗喎。咁除咗開關之外咧，仲可以加減去調節段數啦。有啲車咧仲可以全自動由電腦去話事嘅。不過咧，如果你將個 regen 校到好勁嘅時候咧，嗰個減速率咧都會變相都好勁噶。咁所以咧，你變相好似咧下下咧都好似好重 brake 咁樣啦。如果你唔係好習慣嗰個電門嗰個角度嘅話咧，下下都大上大落嘅話咧，好似好挫咁嘅會。咁所以咧，坐後座嘅乘客咧都會特別辛苦嘅。建議咧都係練習好架車先好做人啦。頭先所講咧，都係平時駕駛上面遇到嘅問題，但係對於中意揸車或者享受駕駛樂趣嘅人呢，電動車嘅快的確令人流晒口水嘅。但正因為電動車有呢個特性呢，所以亦都產生咗好多交通意外都同電動車有關㗎。所以咧，點樣先可以避免到呢啲意外呢？自從 Tesla 咧喺香港嘅普及咧，都有唔少交通意外發生啦。搞到咧普羅大眾對 Tesla 嘅或者電動車嘅印象都好似麻麻地。喺駕駛技術或者駕駛習慣嗰方面，究竟我哋有啲咩需要去改變，去迎合揸電動車呢？我哋今集咧就揾咗各大汽車品牌嘅駕駛訓練課程導師 Andy 殷卓偉為我哋上一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dy。正式上堂啦！係第一樣嘢要問下殷老師先。係究竟你頭先有講到啦，扭力大電動車，我哋第一樣嘢嘅駕駛習慣要改變啲咩去迎合咧？首先我覺得係個電門嘅控制啦，我爭啲係上個油門，因為講咁多年，我哋成日俾人鬧嘅，OK 嘅。個電門嘅控制，我成日想講啦，油門同電門都好啦，佢唔係一個開關嘅裝置。點為之開關？唔係淨係可以踩盡同埋鬆晒嘅，其實你可以好線性咁去控制嘅。特別係以往嘅引擎啦，汽油引擎啦，咁即使你踩進油門都好啦，你都要等引擎嘅轉數上升，等佢嘅峰值扭力、峰值馬力出嚟咧，佢先俾到最大嘅動力你嘅。仲要透過波箱啦，等等啦，係啦。但係電車又唔係啦，電車唔係啊，你一踩油，喂個摩打俾晒你嘅動力，咁所以個電門嘅控制更加緊要啦，更加要線性啦。我哋唔需要踩太多咯，有啲不必要嘅動力就唔需要浪費啦。咁題外話啦，有時譬如我哋賽車咁計，好多人都以為你成日踩進個油門咪勁咯，係嘛？其實錯㗎，其實越厲害嘅高手，佢哋控制個油門或者電門咧係越細緻嘅。咁所以咧，各位車主咧，好好去練習同埋使用你嘅右腳肌肉啊，線性啲去控制。我哋嘅電車佢咁快，但係個重量有翻咁上下，挨住2噸大佬。你係咪可以預早去判斷幾時去收油，幾時去剎車，甚至乎喺隻彎度咁大動力輸出嘅時候，嗰個穩定性你可唔可以控制到佢呢？咁你必須要有一個預視性啦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預視性更加好呢？嗱，其實預視性咧，我哋都要關乎駕駛者集中能力啦，去點樣視察個路面嘅情況啦。咁再多一樣嘢，阿 Jen 你頭先都講過啦，電動車同傳統車有咩分別咧？呢個亦都係一個最大分別，就係嗰個電門。其實我哋近年都講緊一個駕駛技巧叫 One Pedal Driving。係啊。個電門除咗踩油之外，鬆油其實佢唔止係鬆油啊，佢可以幫你減速，一個 brake 咁嘅效果嘅。如果佢超越咗你可以減速嘅效能，個電門可以幫到你嘅效能，咁你都要踩 brake 嘅喎。係。咁我哋亦都加上我哋如果習慣咗隻右腳擺喺個電門嗰度，係
但係遇到緊急嘅情況，你要踩 brake， 其實你由鬆開個電門，再將隻右腳擺翻個 brake 個腳掌，再要踩落去嘅時候，需要時間噶嘛。係咁你又浪費咗少少嘅剎車距離咯喎。咁所以個預示性點解咁緊要啦？ One pedal drive 就係嗰個 regen 啫。咁係迫力咧，迫力喺應用上面又有冇啲咩駕駛習慣要改變咧？咁係緊要啦，尤其是對應啲電動車。頭先我哋講咗啦，佢嗰個加速係好強。剎車其實好多駕駛者咧都有少少錯誤嘅習慣嘅。我哋踩 brake 咧好輕力，係，因為我哋盡量唔想挫啦，唔好整親乘客啦。同埋太過重迫會有危險嘅。係啦，咁但係一啲運動嘅駕駛或者緊急嘅情況咧，其實我哋都係大力啲踩落去。係，再加上而家嘅車架架都有 ABS 噶嘛，係佢幫到你嘅。所以遇到特別嘅緊急情況，大力踩落去啦，唔使客氣嘅。係咁除咗踩 brake 之外咧，我哋要學識多樣嘢，就係緊急剎車加轉線。係，因為如果好真係太緊急、太短嘅距離，我哋明知同嗰個障礙物，我哋停唔到架車啦，同時間我哋扭軚咯。咁先視察咗路面有乜嘢空間逃生嘅位置，咁安全情況下咧，踩實個 brake 再扭軚，避開個障礙物。呢樣嘢我哋係需要做嘅。不厭其煩，我講多次就係話，我哋揸車嘅視線必須要望得遠嘅。望得遠有幾個好處就係、你會視察到個路面情況啦，你會有一個預早嘅準備嘅反應啦，同埋我哋頭先講咗啦，你要可以避開啲障礙物。咁所以咧個視線係會直接影響到你個作出嘅反應嘅。我亦都好想提醒一個特別嘅情況，落雨。係點解咧？落雨都想問。係啦，先講個 brake 系統啦。而家嘅新款嘅車輛啦，咁個 brake 其實由你凍車開始咧，其實佢都已經係有佢嗰個工作效率㗎啦。但係如果落大雨嘅時候咧，你個 brake 碟同埋 brake 皮沾滿咗水咧，但係你長期唔踩佢，淨係用個 pedal 咧，咁你但係突然之間你要踩 brake 嘅時候咧，可能嗰一瞬間咧個 brake 個效率個效果未必係預期中咁樣嘅。咁所以如果落雨嘅天時咧，我都建議大家正常情況之下要減速咧，都踩下個 brake 啦，令到佢個進入一個運作嘅狀態。冇錯啦，就係呢樣嘢。咁最後一樣嘢我想問你啦，咁而家電動車嘅選擇嘅款式都幾多啦，有分頭驅、尾驅同埋四驅啦。咁但係你會唔會有啲建議俾唔同類型嘅車主揀唔同嘅驅動佈局咧？我反而會深入淺出咁睇，深入啲，其實每個驅動模式都有佢嘅風格嘅。譬如話頭屋車嘅特性，當然係會偏向推頭啲啦。即係你運動駕駛嘅時候，因為剎車係佢，轉向又係佢，踩油又係喺個頭轆嗰度。咁啊，尾轆車個車頭只係負責轉向同 brake， 同埋尾後俾後輪俾個動力，其實係比較有駕駛樂趣嘅一個驅動模式嚟。咁四驅就係四個轆都有動力啦，就係穩穩陣陣啦。四驅特別係喺一啲惡劣嘅環境，譬如話濕地啦、沙泥路啦，甚至乎雪地咧，我哋都必須用四驅嘅，咁啊保障到最大嘅循跡力。咁但係你話行街，簡單啲講，其實我就覺得冇乜好大分別，因為如果我哋喺市區一般嘅速度駕駛，其實都係咁樣驅動㗎啦。下一步可以講下，譬如我哋有時駕駛嘅時候遇到一啲意外或者失控嘅時候，點樣去應用？點樣去救架車啦？咁或者簡單啲講，其實我哋遇到架車失控咧，好多時都會係有兩個狀況嘅，輪胎打滑導致轉向不足，即係推頭啦，或者轉向過多，即係甩尾啦。咁我亦都會細分，其實係入彎嘅時候出現，或者出彎嘅時候出現，點樣去處理咧？嗱，先講推頭。入彎嘅時候推頭咧，主要都係應該啲駕駛者太遲收車，或者入彎速度太快啦，你扭咗入去，哇，過高，咁你超過咗條胎嘅拗地能力，佢咪推咯。咁當推入唔到個彎啊，係啊，入唔到個彎。咁推頭嘅時候點啊？冷靜啲，你先鬆開個油門。將個速度降低咗之後咧，咁佢個拗地能力自然翻嚟㗎啦，個循跡力翻嚟。但係重心就會啱翻啲㗎啦。冇錯啦，但係好切忌一樣嘢就係繼續扭軚。因為好多駕駛者覺得我扭入去，依架車唔轉咯，直推咯，我扭多啲，扭多啲。扭多啲係唔會幫到你嘅，只會更差。點解啊？因為當我哋條輪胎如果過咗一個安全嘅 slip angle 之後咧，其實佢冇拗地能力㗎啦。你越扭得多，係越推嘅就只會。反而咧，我哋其實咧按照個彎出彎嘅位置，速度降低咗之後咧，我哋一路回軚，一路將個重心翻嚟，保持翻一個穩定性咧，呢個係一個正確嘅做法。咁我講到甩尾啦，甩尾又有啲咩唔同咧？其實如果入彎嘅時候甩尾，
基於其實都係個速度過快啦，入彎嘅時候，又或者你個駕駛者好大力踩 brake 或者好大力咁轉向咧，個動作太大嘅時候咧，令到個重心轉移太快咧，個車尾開始冇咗個 traction 啦。係啦，咁一甩咁你要點做咧？首先都係先鬆開少個油門先，唔好繼續踩油。咁其次咧就係控制軚環啦，少少反方向咁樣打翻反軚啦。咁最後就係個視線啦。你必須要望住隻彎或者望住出彎點，你要將個車帶到去邊一個位置，咁去救翻架車咯。呢個過程係需要咁樣做嘅。好神奇嘅，我都試過啲駕駛訓練課程，唔知點解即係個教練成日都講話，你隻眼望去邊，你架車就會去邊啊，係啊。但係真係咁嘅喎。絕對係㗎！如果你淨係望住車頭咧，我話俾你知，你死梗咧，一定係。或者你望住你好驚上去嗰度地方，一定會追住喺嗰度。去咗嗰度係啦。咁我哋講咗入彎嘅情況啦，咁啊有時講緊出彎啦。其實好多時我諗揸電動車都會㗎。你出彎嘅時候咧，如果你踩得太深咧，個動力嚟得太快咧，就自然好容易會推咗出去嘅。係。咁出彎嘅時候推頭咧，都係嗰樣啦，先鬆開油門先啦，唔好死踩油門，等個拗地能力翻嚟先啦。好。係啦。咁甩尾嘅情況一樣啦。咁出彎嘅時候，如果你踩得太多油，個尾開始甩咯喎，咁你就先鬆咗油先，開始反打，跟住等個車個狀態翻嚟咧，先至繼續入彎。好啦，到最後咧，想贈多大家4個字。4個字？邊4個字？就係慢入快出。嗱，呢一個咧，其實一個係真係好賽車場上一個最基本嘅理論同埋技巧嚟嘅。點為之都會忽略？係啊，點為之慢入快出咧？其實就係我哋每一次入彎嘅時候，盡量降低咗速度先啦，達到一個合適嘅入彎速度，擰咗入去出彎嘅時候先加快。咁既安全又有效率。係啦，大家即係唔好淨係聽，一定要感受去試。即係咩叫慢入快出，同埋一定要做得到，同埋一定要提醒自己必須要咁做咯，去保障自己安全。係啦，咁希望大家可以喺駕駛過程當中保持集中力啦，提高個預示性啦，同埋最緊要熟習你自己嘅車嘅性能，先至慢慢提升速度。冇錯，咁啊多謝阿欣 Sir 今集為我哋講解咗咁多駕駛習慣嘅改變，去適應電動車啦。咁啊，希望下次再有機會請佢哋上嚟教我哋多啲揸車嘅技巧啦。好啊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拜拜。睇咗剛才段片，有冇了解多咗揸電動車之後駕駛習慣嘅改變呢？跟住落嚟，我哋就會講下成為咗電動車車主之後，生活上又有啲咩要適應呢？大家想揸電動車嘅，就要關心下個鋰電池有幾大嘅容量啊，因為呢個直接影響咗佢嘅續航力啦，同埋要充電嘅頻密度㗎。不過咧，有唔同人咧都有唔同嘅睇法㗎，因為咧有啲人就覺得大電就好啲，覺得咧就可以用得耐啲，唔使成日充電啊嘛。有啲人咧就覺得細電好啲，因為咧叉電嘅時間就唔使太長喎。咁其實究竟邊個先至啱咧？就好似以下呢2個例子啦。平時一路來回屋企咧都係幾十公里嘅啫，屋企又裝個充電機喎，所以我對續航力都唔會過分之去追求啊。反正咁大嚿電，個電池容量我根本係用唔盡嘅，所以我買車嘅時候都唔會特登去揀呢個長續航版本去買咯。我平時揸車咧都起碼揸80公里、100公里以上㗎啦。屋企附近咧又唔多充電站，所以咧續航距離咧對於我咧就非常之緊要啦。咁嚿電大啲嘅，咁我唔可以用耐啲先去充電咯。咁我又唔介意嘥多啲時間去充電，咁起碼唔使擔心嚿電冇電，同埋成日要揾充電站啊。情況好似咩啊？情況就好似你買個大啲嘅銀包，咁我可以裝多啲錢咯。咁你咪唔使成日去撳機排隊撳錢咯。佢哋兩個都講得有道理啊，所以奉勸大家買電動車之前呢，就要衡量下自己嘅揸車習慣啦。第二，油站就話周圍都有啊，冇油咪去入油咯。但係我肯定充電站冇油站咁多啊，就算俾你揾到充電站，分分鐘都要排隊啊。所以呢方面嘅習慣咧，真係好唔同㗎。如果你揸汽油車嘅話咧，你着咗燈先去入油咧，都未遲啊。如果你揸電車嘅話咧，唔應該乾晒糖先至去揾充電站㗎嘛。大家應該要培養一個新嘅習慣啦，就係唔好放過任何可以叉電嘅機會啊。冇錯啦，香港嘅充電配套咧，而家係仲未成熟嘅，加上充電都要啲時間啦。如果你已經預計到呢個行程係會長途嘅話咧，你最好 check 清楚先，你夠唔夠呢個電量去應付呢個來回啦。如果唔夠嘅話，就最好去叉定電先啦。
但係預還預咧，千祈唔好預得太敏啊，因為生活中咧總會有一啲咧預計唔到嘅突發情況。最常見嘅就係大塞車啦，仲有啲更大鑊嘅係咩啊？例如你喺屋企突然間個外母話不如車佢翻屋企啦。如果你部車冇電嘅話，後果不堪設想，真係好大鑊啊！提到充電咧，大家最關心嘅就係點樣保養同埋照顧舊電池呢？究竟點樣嘅充電模式先可以令到舊電池壽命長啲呢？第一就係盡量避免將架車咧長時間放喺高溫嘅地方。第二咧就避免經常用快叉啊。而好多車咧都設有呢個充電嘅上限嘅嗱，我哋就唔建議經常將個電咧充到100%啦，亦都唔好0% 嘅時先去充電啦。如果長時間唔用車嘅話咧，唔好以為抽到100% 係最好喎，25至到75%咧就得㗎啦。未完啦，仲有好多生活習慣上要重新適應㗎。以前揸車咧就會揾邊度有泊車優惠啦，而家揸電車一樣要揾嘅，但係咧要揾多一樣嘢喎，就係咧揾個停車場有冇得叉埋電啦。唔止啊，仲要 check 清楚充電係收費抑或係免費啊！仲要查清楚充電制式啱唔啱你架電動車用啊！講起充電，容許我哋買賣廣告，介紹一下 WeLabBand 全新推出嘅 Tesla Mega Combo 優惠計劃，幫你減輕出車嘅負擔，同時又獨享多重嘅禮遇。而家用優惠碼 Tesla 5申請 WeLabBand 嘅 Tesla 無抵押貸款，實際年利率一口價3.68%啊！用 WeLab Debit Card 喺 Supercharge 充電同埋去呢個官網 shopping，仲有10% 現金回贈添啊！另外仲有高息活期存款，每日港幣30萬內存款均享0.8% 活期年利率。而家成功啟動 GoWealth 投資戶口，並且進行任何類型投資，並且將 Tesla 車款認購證明傳送至以下呢個 email， 經確認後可享專屬1000蚊訂金回贈嘅。訂金都有得回贈，聽落幾筍喎！係啊 ，GoWealth 會建議你投資頂尖著名環球基金，透過同安聯投資共同研發嘅全新數碼財富管理平台，啟動創科理財世代，一 App 在手，輕鬆理財，賺取被動收入，1000蚊訂購回贈等緊你，快啲去 GoWealth 開立投資戶口啦！你只需要去 WeLabBand App 首頁嘅右下角，你會見到盆栽 icon， 撳入去你就會去到 GoWealth 頁面，然後你跟住畫面上面嘅步驟就可以完成開戶啦。所以記得申請嘅時候咧，記得用 Tesla 5或者任何天衣字頭嘅優惠碼，優惠名額有限，唔好錯過啦！如果有興趣，大家就要留意啦。係咪想申請 WeLabBand 呢個 Tesla 專屬貸款？你係全新 WeLabBand 客戶，可以參考呢個程序。如果係現有 WeLabBand 客戶，可以參考呢個程序。詳情可以喺內文揾到連結。提示：借定唔借，還得到先好借。去油站入油咧都話要排隊啊，而叉電咧都係要排隊嘅喎。不過就冇人招呼你，而且咧又冇人安排秩序喎。咁究竟排隊叉電有冇啲潛規則嘅呢？大家都知啦，電動車就越嚟越多，但係充電位咧又唔多夠喎，所以咧都有唔少排隊充電發生嘅爭拗同埋爭執㗎。當然啦，如果可以預先睇到有冇位先入場就最好啦。有啲車咧已經可以網上就睇到實時啊，係有幾多個可用充電機喺個車場裏邊嘅。不過咧，佢嘅顯示其實都係有變數嘅，實際情況都要入到車場先知㗎，隨時都係要排隊嘅。仲有啊，呢個系統咧都係睇唔到中速同慢速充電機嘅實際情況嘅，咁都係又要去到停車場入到去先知道有冇位充電咯。但入到停車場咧，又會面對另一件事啦，就係充電嘅秩序。雖然咧而家咧都冇一個何謂咩正統嘅充電潛規則嘅，但係等充電位咧又唔同等標位喎。咁等標位唔使排隊噶嘛，你見到周圍冇位，附近又冇人阻住你，見到有位咪一嘢擰入去咯。咁啊冇話排隊等充電嘅喎。依家嘅充電站咧，其實咧都冇指定嘅等候區㗎。如果以依家嘅情況咧，通常啲車主咧都會喺其他嘅車位等緊嗰啲位啦。所指嘅咧就係快充位啦。咁如果你話慢充又點呢？所以咧有啲人咧就會落車睇下有冇人等緊充電啦。如果咧先溝通一句，咁咪可以減少呢個無謂嘅爭執咯。另外好似 Tesla 咁，如果你叉完電唔走，就有機會收你停車佔用費㗎啦。另外如果係中電嘅快充服務，大家就要留意啦。佢個條款啊寫到明咧，佢嘅單次快充上限咧時間為40分鐘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係冇其他車等緊嘅話，你繼續叉多40分鐘，部機都係俾你用嘅。但如果你見到其他車喺度等緊叉電，咁你就要準時揸走架車啦，讓俾其他車叉電啊嘛。咁又有另一個問題咯喎，以中電嘅充電機為例咧，佢同時對應 DC 嘅快叉同埋 AC 嘅慢叉，換言之咧，可以同一部叉機幫一部車快叉同慢叉，咁又會發生啲咩問題呢？
唉，終於等到快餐，等我叉叉先。快叉有人用緊啊，咁用住慢叉先咯，等有快叉先用啦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咦，沖完啦喎，等一蚊走支槍先。咦？快充有位喎，等我轉翻快充先。喂，咪住，小姐你做咩？喂，我喺對面排緊隊充電嘅喎，你頭先咪充緊電咯，你見唔到㗎？你同打尖有乜分別啊？阿先生啊，其實咧我一早已經喺度噶啦，不過咧我喺慢充嗰度等啫嘛，有咩問題啊？梗係有問題啦，係咪唔得啦？梗係唔得啦。上述嘅情況究竟邊個啱邊個錯咧？排隊係咪淨係可以齋排隊咧？可唔可以等住慢充啊排快充咧？但係反正有慢充，冇理由唔用住先㗎。咁究竟邊個啱呢？講到尾嚟到充電站，最好就望一望附近周圍嘅環境，有冇同一個目標嘅人，咁啊最好溝通下先啦，免少一個俾人擺上網公審嘅機會啊嘛。你褪前啲，你大把位你又唔出。我問緊點解用霸位啊？我唔同你講嘢，我唔識你嘅。講咗咁多揸電動車要適應嘅嘢，而家大家一定喺度鬧緊，咁鬼麻煩，攞苦嚟辛，做咩要轉電動車啫？又唔可以咁講嘅，轉咗揸電動車之後，都有佢獨有嘅好處同埋 enjoy 嘅地方㗎。第一樣嘢咧就係揸汽油車咧就受呢個停車熄匙嘅規例限制喎，而電動車就冇呢方面嘅管制啦，任何時間都可以繼續着車嘆冷氣啊，唔使熄車啊。而家長煲冷氣咧又非常之嘥油啊，又會增加呢個機器嘅損耗喎。但係電動車咧就冇呢方面嘅問題啦，只要你夠電咧，開幾耐冷氣嘆都得啦。第二咧，好多電動車咧都可以用電話 app 遙距控制佢哋嘅 function 㗎，比傳統汽油車方便好多，貼心好多。就好似以下嘅情節咁啊！今日真係好熱啊，不如你去定部車度開定冷氣啦。今日曬咗咁耐，一定超熱啊！喂，你真係唔識㗎喂！我嗰部電動車嚟㗎嘛，你睇可以用個 app 啊，預設開定冷氣啊，邊度使自己行咁笨㗎？咁你咪開咯。開定俾你啦。我漏咗件衫咧喺架車度，你幫佢攞翻啦。喂，我咪講俾你聽咯，部電動車有個 app 㗎嘛，可以開到冷氣，梗係可以開到門啦。嗱，你行過去，我一陣幫你開，咁你自己攞咪得咯。咁遠，你幫我攞埋啦。喂，下星期啊，我哋約咗成班 friend 去 car camping 喎，你記得唔好借架車俾你細佬揸喎。嘿，我不嬲都唔中意借車俾人嘅。啊，唔係喎，我下星期要拎部車去 update 個軟件喎。吓？唉，你轉電動車啊嘛，你睇下我轉咗電動車之後，你睇下，喂，所有 update 啊都喺網上面進行啊，仲可以落埋 booking 添啊，喂，慳翻好多時間，唔使翻下下都要翻廠搞啊。係咩？電動車咧，除咗可以隨時更新軟件之外咧，有啲牌子嘅電動車咧，更新咗軟件之後，仲可以增加續航力㗎。邊一架？Volvo 咯。無可否認啦，揸電動車嗰個行車成本咧，一定平過有車好多㗎啦。有啲商場咧，亦都會搞一啲專俾電動車嘅優惠，例如免費泊車1小時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自然咧就會冇咁計較揸電動車嘅開支啦，亦都會養成一個好奇怪嘅習慣，就係唔係都揸住部電動車出去㗎啦。咁亦都會去一啲咧你以前唔會常去嘅地方遊下車河啦。所以咧，無論對家人或者你嘅伴侶嚟講咧，都有增進感情嘅奇妙作用啊！而家咧唔少嘅電動車咧都配有呢個 V2L 嘅外接電源功能啦，即係意思即係咩啊？即係將你部電動車咧變成一個巨型嘅流動尿袋啦。咁啊，車主咧就可以做好多以前做唔到嘅戶外活動啦，包括啲咩？例如近期非常之流行嘅車中泊啦，咁啊可以駁下啲雪櫃啊、韓燒機啊、咖啡機啊，喂，甚至搞戶外影院煲劇都得啊！仲有咧，其實如果用嗰啲吸塵機啊，或者打蠟嗰啲咧，都係比起傳統嘅汽油車方便好多㗎。絕對絕對。記得第一集我哋介紹過香港而家有賣嘅電動車呢，但係電動車真係快人一步，過咗幾個月之後，又有好多部電動車殺緊埋嚟啦。歐洲電動車方面咧，暫時知道嚟緊咧會有係 Audi 嘅 Q4 e-tron 啦、寶馬嘅 i7 啦，同埋平治嘅 EQS SUV 等。至於日韓代表咧，就有 Toyota 嘅 BZ4X、Subaru 嘅 Solterra、Lexus 嘅 RZ450 同埋 Ioniq 6等等。咁當然仲有國產車啦，包括長城 Aura 好貓啦、MG4 啦、東風小康嘅 Wolf for Four 啦、比亞迪海洋系列，包括咗呢個海豚同埋海豹等等。喺1連4集，你準備好揸電動車未？我哋都分享咗揸電動車嘅所知所需，同埋有講解咗好多買車前後注意嘅事項。冇錯啦，電動車咧毫無疑問係而家嘅大趨勢啦。但係喺呢個過渡期間咧，我哋咧都唔鼓吹大家盲目去搶電動車㗎。大家不妨諗清楚自己有冇咁嘅需要啦，同埋可唔可以接受到生活上嘅改變啦。
再者喎，電動車嘅科技將來肯定日新月異㗎啦，將來嘅電動車肯定可以行得更遠，而將來嘅充電配套肯定比而家好啲啊吧。所以大家想買電動車之前呢，其實不妨停一停，諗一諗啊。係啊，而呢4集咧都係我哋架兩團隊咧總動員出馬去拍攝嘅，我哋好用心去拍攝嘅，希望大家咧袋到嘢落袋啦。嗱，如果中意我哋嘅就不妨 subscribe 啦，撳埋個鈴鈴，咁啊可以搶先看啦。仲有記得 like 我哋啊！仲有記住留言俾我哋啊！咁啊，今集到㗎咯喎，4集咁啊完咗㗎咯喎。哎呀，好快啊！捨得啊！其實我捨得嘅，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大家中意嘅電動車啦。咁啊有任何電動車嘅疑問，不妨喺留言區留低俾我哋，我哋會盡快回答大家嘅。好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上述嘅情況究竟邊個啱邊個錯咧？第二咧就避免情總動員速度。想買電動車。